你们两个从节目里打到节目外，要不在这解决一下呗？打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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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起……好吧。我电灯泡，我消失。你去哪儿啊？大爷，你好好照顾他。你去哪儿？我走了啊。夏言，别喝了。你干嘛呀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够了，瓶子都空了。没意思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要不要。我送。我有话单独跟他说，我送他回去。你跟他没话说。你等我一下。别喝酒了，我出去等你。珊珊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不就是分手的原因吗？我已经知道了，我理解，我尊重，我接受。他受伤了，他严重吗？他被张总叫去私下表演，结果受了很严重的伤，还惹恼了一些人。那些可以决定他演艺生涯的人。你一直都知道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只是不想让你承担那些我承担过的压力，你没必要。保护你是我的义务，这10年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？许金吧，你觉得你爱我？我当然爱你啊。其实这段时间，我一直都在等你跟我说实话，我没等到，你甚至都没有问过我，你都没有问我有没有勇气陪你面对困难，你就认定了我做不到。这是爱吗？当然爱你啊。你是责任，你是习惯，是愧疚，但这都不是爱，是因为我跟在你身后这么多年，珊珊，别碰我。我们已经分手了。
的床床，我最爱的家，舒服。哎呀，说说，啊，尹珊珊，林一如啊，你是不是也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？什么事啊？听说你之前把我的房间给退了。听说？听谁说的？徐静白骗你的。你看着我哪个东西被挪的位置啊？那我之前的账户赔完赔偿金之后，就真的没钱了。等这个大结局播完，签了电影合同，我们的账户就立马进钱。那我是真的没钱。我是个顶流啊，林如，我怎么2个月混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？那怎么办？我们本来就跟公司签的不平等条约啊。等我签完向你而来的合同以后，我就要回去，跟那个张图图解约，顺便把金哥一起带出来，怎么样？我看行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快！这心动的假日即将落幕，你是否找到了心动的他？是否有勇气做最终爱的告白呢？3位女神已经站到了爱情之门前，请准备好的男生来到心动之人的身后吧。我靠！你唱歌难听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长得很好看。我想尝试着跟你一起走下尹去。珊珊当街勾搭闺蜜男友，主动拥抱富二代进酒店，本小狗不知道她的小姐妹看到是何感想？却只见她直接扑进一个男人的怀抱。小狗细细观察才确认，此人竟是尹夏珊珊下次接言男友。个恶毒女派，本色出演，绝对拿影后。娱乐圈人设千万，尹珊珊的假清纯最让人反感。建议查查她之前合作的演员，估计受害者不少呢。徐静美，你拿10年合约跟张总换尹珊珊的安稳，他这么快就反悔了？是我反悔了。什么？难怪这件事情这么大影响。原来你也添了一把火，为什么呀？那可是尹珊珊，是我们一直在保护的人。就算你们分手，可是10年情谊。我们不会分手，他离不开我，他根本离不开我。我只是想让他知道这个圈子到底有多黑暗。只要有一只手想要把他压下来，他没有办法挣脱。其实你跟我都清楚，他这么多年能走得那么顺，是因为你跟我在为他趟路。今天我说这些话，估计你都不敢告诉他吧？你明明很爱他，为什么非要我这么做的样子？目的，是为了让他成长。经过这些事情之后，他就会明白，我是为了他好，他离不开我。你还是不够了解他。就算他不做这行，他也不会因为这种威胁而妥协。那是因为我之前都在替他妥协，要是没有我呢？没有人替他妥协呢？那你想怎么做？明天是原定的发布会了，我会开场直播，告诉所有人，我跟珊珊从学生时代走到了现在。本来打算在综艺节目上求婚公开的，可有一些人他执迷不悟，明明知道珊珊在有对象的情况下，还疯狂的去追求她。当然了，
我会跟大家说，珊珊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她不是故意的，我会原谅她。这不是指明他出轨吗？他明明没有这么做。过程的真假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结果。这会毁了他的演艺生涯。这么多年，难道不是我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出来的吗？毁了，我可以给他重新再造啊。许清白，你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？阿如，我不放心任何人在他身边，除了你。你是他最好最好的朋友，我这么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保护他。我又塌房了，咱们找个地方聊聊解决方案吧。我在酒店订了个会议室，3楼，下午2点去那儿聊。酒店3楼会议室，下午2点。酒店会议室，下午2点。老板，抱歉啊，酒店又入住了一批新的客人，他住过来才知道都是记者，你说咱又不能拒客不是？改成咖啡厅吧，好吗？不行，那地方他闹市区，要被拍到还以为你们俩约会呢。拉个群吧。咱换还是老地方？我发你意思啊。我简短交代一下，现在负面舆情无法控制，向你而来那边把你拒了。合同不是已经都签了吗？现在所有的演员合同都要求签演员舆情保证书，你这个算负面，对方可以直接解约并提出索赔。幸好陈导还算喜欢你，没有说赔钱的事情。但是张总那边已经寄出了律师函，要求解约，并且要求赔偿天价违约金。你工作室的钱加上你的私账，还差7位数。这么多？你跟公司本来就是不平等条约，片酬都是公司拿大头，宣传费你还得自己掏。几次舆情风波下来，透支得很严重。不严重你也不会直接告诉我。张秃头那边不能坐下来好好聊吗？上次还这么闹过，不是也过去了吗？上次是金哥以自己续约为条件帮你摆平了，这一次我想靠自己。对不起，连累你们了。其实是我们的问题。你们？我们已经查清了爆料的狗仔，他是我们 H 酒店的对家，尹小姐是我们指定的代言人和电影女主，所以才会受到牵连。不过狗仔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，他之后会发布声明，说之前所有的爆料都是子虚乌有。至于综艺节目那边，是因为他们的节目组制片人收了钱，所以才会恶意剪辑结局，并且删了很多元素在。这件事情我们也已经查清了，事情在进行收尾工作，而且我们还将电影剧组的所有工作人员重新的排查了一遍，让他们每一个人都签份承诺书，保证类似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。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呀，只要被幻觉闹解约，大家是不会相信这种被买通的解释的。这影响的是尹珊珊的名誉，她积攒了那么多年的名誉，现在成了黑料艺人。你们知道名誉对于演员来说有多重要吗？这可是一辈子砸饭碗的事情。我明白，所以你们所有的损失，我们都会一律承担。还有向你而来那边剧组的问题，我也会想办法解决，不会影响他后面的工作。坐实你和尹珊珊的私情，他抱你上戏，拍完这部戏，然后直接退出娱乐圈是吗？如果让金哥和夏言发声明澄清一下呢？许金白不会答应的。为什么？张总不让他出面，不然也是被雪藏。可是，金哥可以说实话呀，综艺根本就不是播出的那个样子。这个圈子里面有实话吗？
或者公开你和许金白的恋情。我看你俩 CP 粉粘度也挺高的，或许张总看到 CP 的价值了，可能会觉得不可能。我跟他已经分手了，我不可能给他这种模糊不清的希望。那要是合约情侣呢？哪怕是时间倒流都不可能。时间倒流，不能，不能！你们在说什么呀？给我一点时间，你也准备好。老板，你精妙，太精妙了，我真没见过呀。老师傅，这只表我已经检查过了，很多零部件跟图纸上不一样，麻烦您这次帮我按图纸上复原。上次我修复的时候有几个零件，我实在不知道如何放置，我就把它拆下来，存了起来。我再试一试，谢谢。我和夏言呢，其实是特别好的朋友。我很清楚，他和沈总私下并无交集，我们绝对不会上演什么好姐妹之间抢男人这种戏码的。而且夏言她有自己的规划呀，她最近接到一个很不错的工作，说不定再见到她的时候，人家就已经是最佳女主角了。我总不能为了想跟好姐妹一起演戏，就耽误别人的前程吧？好像说的有点多，多吗？这不就是事吗？是，可是听起来就……姐，其实我们可以拒绝媒体采访环节的，万一说错了什么，又要……小夏，你先出去趟，我跟珊珊聊几句。好嘞，姐。我说通张总了，只要炒你和许金白的 CP， 他就不跟你打解约官司。什么？按照沈佳清那边让节目组和狗仔提出澄清，我觉得这个风波应该能过去。绝对不行！我和金哥之间的感情是真的没错，但是之后，我也不想拿我们的关系拿出来炒作。我们结束了恋人的关系，可以是同事，是同学，是朋友。我们哪怕是陌生人，但是为了利益炒作感情，我不愿意。可是张总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咋了？大不了就赔钱呗，反正钱没了还能赚。而且我现在这个是绯闻，我又不是违法乱纪，最多就是没有粉丝，没有流量。但是例如，我是个演员。我上次和陈导聊了很久，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。我不想做什么大明星，我想做一个真正的好演员。陈导有个朋友做了很多话剧，虽然都是小剧场吧，但是话剧可以真正的磨练演技。只是，可能就是苦了你和小夏了。还有心思管我俩？你话说的倒是轻巧。等你到时候连酒店都住不上，拼房的时候你试试。我又不是没拼过，而且万一真的过不下去，那我就回家呗，我妈会养我。这段时间，你们真的变了好多。小伙子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见过他。你感受过被困住吧？您知道，这表中有个空间，当你使用它发生意外的时候，你会到达那里，在那里，你会看到那些
因为这块表而被覆盖的时间。时间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能透支的呀。我明白，凡事都有因果嘛。这代价，怕是你担不住啊。小伙子，你的身体透支太厉害了，还是好好享受当下吧。他的时间不多了。谢谢你，但为了他，我愿意。一不留神，又喝那么多。现在什么时间了？大结局播了吗？刚录完回来，又喝多了？那就是恋综的大结局，刚录完。我在爱情之门很晚就，然后回了酒店，然后谁送我回来？沈佳千啊，你喝多了挂人家身上回来的，还好被我截住，不然我都怕你酒后。被拍到了，来不及了。哎，什么被拍到了？你倒是说清楚啊！已经被拍了，输不了还是还。沈佳千，快点！沈佳千，沈佳千。我们官宣吧。不行，既然狗仔是你最佳的人，他就会一直盯着你。我们躲过了今年，那明天呢？后天呢？大后天呢？我们都要这样躲躲藏藏的吗？万一一不留神我又塌房了怎么办？我会跟你保持距离。保持距离？你算算，我们都被拍到多少次了？你每次都是这么说，你真的可以做到吗？我不喜欢你。沈佳千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喜欢上我？因为不能。你在乎的人都得死。合约情侣，配合演戏，又不是真的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又可以躲过舆论风波，还可以宣传你的酒店。我顺利演我的戏，一箭三雕，何乐不为？
好，说吧，怎么做？只要在狗仔爆料之前，我们自爆，那么热搜榜就会被我们可控的话题霸占，其他消息就会被掩盖掉。表白之夜，小夏在旁边全程拍了视频，这就是我们的筹码，让节目组修改素材。如果不按照这个播出，我们会自行放出手中的素材。陆云尽可能把周遭狗仔都检查出来，确保没有其他可以颠倒黑白的图片。大楼主干路从东往西跑了，快追！黄昏是我一天当中视力最差的时候。这俩人不理我，算了，也不用太多人。哎呀，知道了，不就是发个微博见证一下爱情吗？谁让你是我偶像呢？还得营造一个真实的场景，证明爱情的发生。真的要这样吗？就这么写。心动的是那一刻，幸好是你。从全网黑到甜蜜官宣，尹珊珊用实力和爱情逆袭。这个颜值和衣品，直接预定年度最养眼 CP。哇，沈氏集团股价因恋情官宣上涨，尹珊珊商业价值飙升啊！我的剧本终于结束了，从此只磕真情侣。原来暗恋 CP 是真的。煽情夫妇不只是煽情啊，动真情啊！谁家恋综这么甜，包售后的。让员工们去微博多点点赞，就那条，多点赞。对。爆掉了！一边倒的磕你俩，炒情侣果然有用。我们可不是炒的，好像也不是一边倒。许金白眼睛都红了。许金白可是临死的男神啊，难过，怎么被这样对待10年恋情被绿，这换谁都得崩溃吧？倩也查查尹珊珊的时间管理师是哪儿找？是你啊！你想干什么？珊珊她已经官宣了，恋综会重新剪辑，一切已有定论。你认识我这么多年，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吗？我想让他回来。今天晚上发布会同一时间，我会直播连线狗仔，让珊珊来找我，要不然我不知道我会说出一些什么。许清白，你疯了！可能吧。
还有点慢。